日本政坛不稳，岸田执政时长不到40天，内阁再次换新。日本还是管好自家事，不要再出来叫嚣了。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近日，日本内部传出消息，岸田文雄将成为第101任首相。在其召开内阁会议之后，日本岸田内阁已经全体辞职。这次国会会议为期3天，第2届岸田内阁成立进程也将进一步推进。这消息一出来，无疑是炸开了锅。要知道，这可是一件暗淡无光的事。第1届岸田内阁成立时，菅义伟内阁下台，其一直被认为是因为远东地区的问题，而菅义伟本人被指出是在收拾烂摊子，完美的结束了自己的背锅任务。用一句话说，岸田文雄就已经站到了人生的巅峰，可以肆无忌惮的大展风采了。仅1个星期，内阁成员再次换血，一时间大家也说不出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人直言这肯定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内阁不愿意再背锅，也有人直言这是岸田文雄的小伎俩，不知道又想搞什么小把戏。众所周知，在岸田文雄上台后，日本的小动作可谓是接连不断。一开始日本不知道是要维持表面的形象，还是没有胆量较量，一直对华表现出温和的态度，但很快其野心就直接暴露，对华直接开始叫嚣。在对华的政策上，日本很好的被美国给带偏了。一开始美国在亚洲进行行动，日本就在后面支持，为美国的行动添一把力。种种迹象表明，只要美国对华态度不变，日本就不会轻易在这个问题上松口。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的兜底下，日本的行为越来越猖狂，并对邻国的尺度把控越来越偏离，而这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说明日本早就沦陷在了美国编织的美梦之中。就拿俄罗斯来说，日本外交上对其的态度可谓是恶劣。当然，这里存在2大方面，一方面美国和俄罗斯一直保持着不对付的关系，并对后者一直实施打压，在日本还需要美国的庇护的时候，其就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好机会，直接就对后者进行挑衅。另一方面，日本就北方四岛问题和俄罗斯刚上，只要让后者感到不痛快，日本就很乐意做。只是岸田文雄的行为越来越过火，让日俄2国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光是嘴皮上的北方四岛是俄罗斯非法占领的，日方一定要夺回来，就很让人恼火。事实证明，俄罗斯的态度是强硬的，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敢越界的人。而这次日本又玩新花样，不按常规套路出牌，宛如一盘散沙。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日本只有明白本质，处理自家问题才是当务之急。日本如果想出手，只能是又在向深渊里迈进一步。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高调视察正在改建的最强战舰，是在对俄秀肌肉，被俄罗斯网友怒喷，同时也给我国贴了个警。敬请关注本节目。据媒体报道，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前往了自卫队的海军基地，亲自视察了日本准航母出云号，同时查看了美国的 F-35B 隐形战机在出云号上的训练情况。虽然日本一直对外宣传出云号只是一艘护卫舰，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吨位和作战能力，日本都是把这艘出云号当成航母来使用，而且这也是日本现在最为先进和强大的战舰。与此同时，日本也接受了美军对出云号进行改装的建议，并且同时开始测试了 F-35战机在出云号上是否能够进行作战，为这艘准航母补充了强大的远程作战能力。如果说以前日本还遮遮掩掩地用护卫舰的名号来欲盖弥彰，现在彻底放飞自我，公然地在告诉全世界这就是一艘航母。而且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的视察就是在向全世界宣告，这艘准航母拥有了强大的攻击能力。不但如此，日本还宣布向美军采购近150架 F-35系列战斗机，同时还对加贺号战舰也进行同样方式的改造。到时候日本将完成双航母的配置。结合前段时间日本刚上任的首相宣布对北方四岛的主权公然向俄罗斯秀肌肉，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因为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美国没有给予日本任何方面的援助，日本必须独立面对俄罗斯。当日本拥有航母以后，就拥有了远程作战能力，可以在北方四岛上与俄罗斯掰掰手腕，这也是美国乐于见到的事情。当然，就算日本真的拥有了2艘准航母，在俄罗斯军方看来也是不堪一击的。毕竟在海军的实力上，俄罗斯也拥有非常强大的实力，而且俄罗斯军方一直把美军看成竞争对手，对于美军的马前卒日本一直非常轻视，甚至经常无视日本的任何举动。但是日本秀肌肉这样的行为却还是引起了俄罗斯网友的讨论。
有俄罗斯网友就表示，日本你这是在找打，到时候我们会把你做成肥料，甚至会把你日本外岛的居民全部打包送去日本本土。当然，作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民众是从来不怕事儿的，但是日本这样的举动也给我国一个提醒，毕竟一旦日本完成了双航母的配置，再加上这些年来日本屡次挑衅我国，可能到时候在南海也会继续对我国造成麻烦。但是随着我国军舰近些年如同下饺子般的一艘又一艘的下水，相信到时候日本在我们面前也不过是跳梁小丑。如果台当局寄希望于美日，那么解放军所具备的6大对台作战能力将招招致命。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当前各式各样的舆论对美国政客在台海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有着各种猜测。事实上，美台勾结的本质特别的简单，之所以在台海问题上大做文章，无非是希望中国主动在一些利益问题上让步，把商业利益输送给美国，以换取美国的踩刹车。然而3岁小孩都知道，如果中国在这种主权问题上屈从于美国的压力，那美国变得越发强大的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就会越发的艰难。关于这一点，其实中美都心知肚明，可台当局却看不清局势，觉得美军愿意保台，而解放军不敢攻台。面对如此迷之自信的台当局，就连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的专家仲村智纪都忍不住站出来向台当局泼冷水，称当前解放军已经具备了6大对台作战能力，如果台当局寄希望于美日，那么这6大能力将对台招招致命。在仲村智纪的分析中，这6大能力分别为情报监侦能力、联合封锁能力、联合火力打击、联合登陆作战、应对外军干预以及战略支援能力。不得不说，这位日本专家对我们的研究非常的透彻，看来平时没少看我们的军力资料。那么仲村智纪口中的6大能力用于实战中会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来讲一讲第一点，情报监侦能力。该能力做起来是最简单的那一个，就是不定期派出侦察机、无人侦察机进行侦巡，并通过陆、海、空等多种手段加强情报监听力度，掌握对岸的军事动态及战场情报信息。第二点则是增强海空军的制空权，制海和对陆打击作战能力，加快火箭军新型导弹的部署，提高精确打击和战略制压能力。第三点，通过我们现役的各式导弹，联合海陆空3军作战力量，可以攻击军、政、经等重要目标，减少对岸的作战持续力和支援后续作战的遂行。当前3点能够顺利完成后，第4点基本上就是稳固优势了。当获得制空、制海以及通讯权优势后，就可以让常规2栖舰船搭配民船联合登陆作战了。其实做到前4点，那两岸统一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但能不动手就不动手，是当前在台海局势中各方的共识。为此，解放军现在所掌握的第5点以及第6点能力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这2点能力是直接导致台当局无法寄希望于美日的关键。应对外军干预以及战略支援能力，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在第1、第2岛链间抵挡外军的干预行动，对印太周边国家形成军事威慑，借助于北斗全球定位导航和指挥数据链系统建设，协助各军兵种进行信息攻防、远海作战、导弹精确打击、远程预警和防空反导等能力。美军已做好突击准备，集结6国准备围攻，俄防长的警告前所未有，黑海大战即将打起了吗？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由于美国人的怂恿，当前的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时变得更加的强硬了，泽连斯基甚至开始公开寻求加速加入北约。此前，泽连斯基在一次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话时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是解决顿巴斯冲突的唯一途径。随后，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也相继展现乌克兰的价值，宣称当乌克兰加入北约后，北约就拥有了真正的盾牌，将大幅增强北约的军事实力。毫无疑问的是，一旦乌克兰真的加入北约了，那么俄罗斯面临的边境威胁就会大大增加，欧洲地缘战略环境也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点其实美国人心里也非常的清楚，为此他们就一直躲在乌克兰后面出谋划策，但就是不让乌克兰顺利加入北约，就这么吊着乌克兰，而乌克兰方面也无可奈何，只能是老老实实当做美国的提线
木偶。可现在俄罗斯方面似乎是想打破这种局面。在11月11日，俄罗斯媒体卫星通讯社发文称，目前美军正在采取一些行动来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除此之外，俄罗斯国防部也在日前证实，美军现在已经做好了突击准备，有意在靠近俄罗斯的边境建立一个多国军事集团，集结6国准备围攻俄罗斯，其中包括美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6个国家。为此，俄防长绍伊古发出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告。他表示，俄罗斯方面会采取自身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以确保边境安全。从美国人的动作以及俄防长的警告中，我们不难看出，当下俄罗斯的边境问题已经是一触即发了，直接给人了一种黑海大战将起的感觉。当然，感觉也只是感觉而已，真实情况谁也说不准。如果在美国不干预的情况下，俄乌双方直接开战的可能性短期内还是比较小的。因为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政府军主力部队就被俄军支持的东乌武装摧毁了，这还是俄军没有亲自上场，这要是亲自上阵了，乌克兰最后的局面可想而知。尽管7年来乌克兰政府一直在美军和北约的帮助下试图重振军力，但毕竟一朝的时间，20多年来积累的精英力量全部遭到了破坏，这样的损伤在短时间内完全就不可能恢复。此外，从近年来乌克兰政府军与东乌武装的交战记录来看，乌克兰政府军的水平并不高于东乌武装，贸然发动攻击很可能导致整个第聂伯河以东地区并入俄罗斯。也就是说，在地方武装这一方面，乌克兰没有一丝能获胜的可能。所以今后一段时间，估计俄乌双方还是以小范围、低强度的武装冲突为主，而非局部战争，除非美军愿意为了乌克兰直接介入，但是这个可能性比北约接纳乌克兰还要小。